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哦，中国大陆现在突然宣布连2天在台海实弹射击。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航行警告的范围现在也曝光了。好，那国防部最新也公布说中共预计在今天要发射火箭，而且会经过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好，我想到在总统大选2024那一年不是有这件事情，还发布了一个简讯警告吗？是不是又有类似的概念呢？好，那目前说要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国国务卿 Rubio 跟王毅会谈，但是坦承双方存在着分歧。好，他们其实呢谈了大概是90分钟左右，那也谈到关于习近平访美的行程，说当中存在着分歧，但是外交工作就是管理这些分歧。那 Rubio 说在美中存在着可能合作的领域。那跟王毅展开讨论现在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其实也有在台湾周边活动，这让 Rubio 有点生气，认为北京这些行动不利维持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也不符合中美致力建立的稳定关系方向，说美方不同意这种做法。那美国的测量船亨森号呢，其实没有穿越台海，它转进的是西南海域调查，也引发了中国海警的关注。好，因为它最新的航机图显示它在西南海域呈现锯齿状及折返航行，就可见正透过多波数的声呐等设备来搜集该区域的海底地形、水温还有盐度等关键的水文资料。战略的意图明显，其实也诱发了中国海警船在附近的海域进行监视。好，有人就说这个举动会不会在为台海紧张的局势添柴火呢？那我们再看到目前因为美国在今年年底也要进行选举，那川普最近对于介选这件事情好像蛮在意的，但他又淡化了中国大陆介选他说美方准备跟中国讨论这件事情。好，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说认为中国也已经跟过去或许不同了。老实说，美方也对他们做了些事，这不是单向的，会与他们来进行对话。好，那现在纽时就有说其实很多的解密文件都显示，俄罗斯才是介选的幕后推手。好，这位是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的议员华纳，他说很奇怪，川普好像忘记或是干脆省略了，其实每一次选举当中试图施加影响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而且一次一次都被记录在案，但是在川普的嘴巴里都没有讲出俄罗斯。好，那《纽约时报》则说刑事调查跟国会的调查多年来都指出包含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高阶官员曾在2016跟2020年竞选期间致力削弱川普的对手。好，那也难怪啦，因为他要削弱他的对手嘛，所以呢，看起来他介选，但这是帮川普胜选吗？好，那川习会200架的波音采购案遇乱流，说现在北京突然追加了要求。Politico 引述了知情人士透露说，其实中国现在对美国200架的波音采购提出了新的条件。好，什么条件呢？也就是要求保证零件的供应，还有售后的维修，那避免未来可能受到美国的出口限制波及。那这也让华府措手不及，现在导致协议陷入了僵局。那《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川普希望习近平按照原定的计划来访美，就是9月。好，那时间点可能就是9月联合国大会的前后。那在11月美国期中选举前，一定要达上一个农业协议，那像农业州的基本盘来展示政绩。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之间虽然他们领导人好像今年互动蛮多的，但是各有盘算。好，那目前看到中国的飞弹军武的实力现在扭转了吗？因为说扭转美国航母过去80年作为主力战舰的射程优势。好，美国的海军正斥资数十亿美元研发一系列的新型战机，包括 MQ-25 空中加油机跟战斗机等等。好，希望把航空母舰的作战范围扩展到飞弹的防御圈之外。好，那这时呢，中国也正在建造一个大量的静音柴电潜舰，好，从他们水下来构成威胁。好，那廉价的无人机跟无人机群就可能从上方还有水面渗透，让防御系统不堪重负。那美国的海军2005年其实就说早知道一艘静音的柴电潜舰可以突破航空母舰的防御系统，而且取得战果。因为曾租借的一艘瑞典潜舰就曾多次的击沉一艘
价值60亿美元的超级航空母舰。那20年过去哦，他说美军的漏洞都还存在。那目前美国海军的预测是说，解放军拥有大约46艘的柴电攻击潜舰，到2035年会拥有80艘，所以有近一半的常规潜舰呢，都已经配备廉价的柴油潜舰，变成了航空母舰杀手的技术。所以呢，有很多人认为这会不会是美中在海上势力的一个新翻转？好，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大陆突然宣布了在台海实弹射击。好，那还包含了国防部也预告说啊，中共要发射火箭会经过我们的航空识别区。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报道，那个大陆那个实弹演习哈，它是在台海中线以西了，对，没有到我们这一侧，所以它很可能就是例行性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发射火箭通过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能够事先知道的话，就算是，就是说，基本上它是有掌握到这个没有是对方公布的，先公布，对对对，是。那你知道大陆这个火箭发射场好几个啊，它在海南岛有一个，在那个西昌也有啊。那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快速布建这个所谓的低轨卫星，所以他们那个火箭发射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我不晓得这一次我们国防部公布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哈？因为上一次，那么中国大陆从渤海那边发了一个这个巨浪3啊，那从日本上空过。那日本他是觉得这是一个核子弹道的导弹，经过战略导弹，所以日本方面有反应。可是这次我们发布这个中国大陆发展火箭，那火箭跟导弹好像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要发布这个火箭啊？因为大陆的火箭是频繁在发射的，它现在还有私人的火箭公司也在发射，因为这几年他们这个低轨卫星的部件是进入高潮，所以不晓得我们这个国防部发射的这个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那是不是针对台湾，还是只针对从台湾上空啊，以免造成台湾内部啊大家的猜测啊？我觉得这种讯息应该讲得清楚一点。那另外一方面，这次在这个马尼拉开这个东协的外长会议啊，那么很多重要国家的外长都来了啊。那原历基本上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都会去参加的，那最近比较频繁的，像俄罗斯也去了。美国有的时候以前他有时候不太参加，他以前不太把东盟放在眼里啊，这次特别来。那其实我的了解，王毅的行程只有1天。那 Rubio 的行程比较多，他好像还在待在那边。王毅可能已经回去了去中亚去了，去开会，别的会。那当时就在猜测他们2人会不会见面。其实我那时候就想一定会见面，因为他们要谈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其他都不是重点。就美国一定要确保9月24号习近平会去美国访问。这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已经把这个事情讲了好几遍了。对，中国大陆到现在没有做官宣。对，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习近平不去的话，那美国在外交上他很难对外自圆其说，而且他放了那么大的这个期望。川普也讲了，川普讲了2次，还公开讲，还讲了日期。然后这一次 Rubio 到菲律宾的时候，他也讲，他还说这个是一定会去的，而且他说他们方面也派了好多人到美国来了。所以呢，我想现在美国大概是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到时候习近平不去的话，那这件事情他下不了台，所以一定要跟王毅见这个面，然后再私底下把这件事情啊，他再得到一点信心，说不会临时生变。你要磋商一下了哈，避免会又有被放鸽子，那就不好了。好，将军怎么看呢？这 Rubio 跟那个王毅在这边磋商，在会谈的状况之下，我认为这个美国对台军售会大受影响，尤其这140亿美元，我认为还会再继续延宕。这就是大概就是4200亿台币的军售，我看这个7月、8月、9月拿不到了，因为他要目的是什么？营造双方会谈、高层会谈的气氛，就为了气氛。如果这3个月如果通过，那气氛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还要压，最起码如果要解禁的话，那是10月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要到今年年底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想要拿到任何美国的军售，可能都遥不可及。在这一方面，这个
这个 Rubio 跟王毅之间的条件交换，就在讲这个不会公开，不会在台面上，一定是在台面下 ，under table，哎，一定是这样子。另外，中国大陆这个像美国买波音飞机，那当然它会提相关的条件啊，尤其是后勤补给保障这方面，因为这个零件、组件、系统件这一方面啊，飞机不是说卖给你就算了，以后每个终点到了，这个发动机终点到了，飞超系统各种终点到了都要更换。那更换这零件要原厂，你如果没有原厂，就很难拿到适航认证，因为这架飞机就用的不是原厂，那这个出了飞安问题谁负责？一定要原厂的适航认证的零件、组件还有系统件才可以。那美国会掐到啊。那现在它整个把这个通通开绿灯，充分供应，那这些买到的波音飞机就可以完全无虞，就可以随时在使用，因为这方面的后勤保障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来看这个 MQ-25哦，这一个从航母起飞舰载的无人空中加油机，这个就是延长，因为从这个航空母舰起飞的这个 FA-18超级大黄蜂起飞，它空中加油啊，空中加油可以打得更远。那空中加油没有办法像这个讲到的这个 KC-135啊，这个没办法，航空母舰太大了，根本没办法落，也没办法起飞，那就要靠无人机来空中加油。但是这个无人机，因为它发动机推力只有1万磅，你看它飞机的这个跟那个全球之鹰的发动机的是一样的，所以它的载油量也少，所以只能说对空中有紧急状况，这一架飞机没有落上去，进行空中加油再来飞，要不然油烧干怎么办？那只能弹射跳伞。所以是这样，它的现在美军在做验证阶段，要验证结果要2027年明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果，现在还没有在做运用，现在只是在做初步验证，还没有列入作战序列，所以我还认为还有的观察，而且成本蛮高的哦，因为它是无人的有时候成本还蛮贵的。那最后我要补充一下，现在航空母舰的战略的价值慢慢降低，为什么？因为空中导弹饱和攻击，还有水下的威胁，它可能要向后退，保持战略纵深、战略安全，它会向后退。那你这样的话，航母的前进战略压迫的能力就会降低哦。所以我认为航空母舰在未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是退化，退化当中。有人还说什么航空母舰会变像舰靶，也有这种说法。对，好，洪庭议员怎么看呢？我觉得整个从时间序列拉起来看哦，你可以发现，就是这整件事情其实都是川普的个人风格啊。就川普就是那种，当你觉得谈判生意已经谈好了以后，有没有？大家都已经谈定了，好像要准备签约了，他突然跟你讲说，那再多加个什么事情好不好？多改变个什么东西好不好？这不是就是大婶吗？对，所以我认为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一开始他为了他自己的美国法案，就是说美国人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些州是不用去对政见的，那他一直在强调就是中国大陆介选啊这些部分，就是希望这个法案能通过，那是为了他自己选举，所以他把中国拿出来讲，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在川习会里面想要多讨一些筹码。那过去我们就提到，就是川习会的见面第一次，我认为一定是在北京。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没有办法接受川普有可能给他任何的意外。中共的体制跟美国的体制，大家都认为，就川普出现意外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大家也不 care。但是如果习近平出了什么样的意外中的事，或讲了什么意外中的话，这个在中共的体制里面，他的 range 是比较保守一点的。所以在互信基础没有的这个状况下，事前的磋商就很重要。所以你看，事前的磋商，我们把时间拉出来，对，川普先讲了介选，然后现在这个王毅跟 Rubio 见面之后，看起来一方面 Rubio 讲的是说，你这个海警船破坏了这个战略的稳定，但是中国大陆的回应是什么？是马上宣布实弹射击，然后还发射，按照我们国防部的说法是发射火箭通过飞航识别区嘛。那这个回应其实就跟前几天的回应其实是一致的。前几天在冲之岛礁，中国大陆也做了实弹射击，所以他在冲之岛礁做实弹射击，其实是为了南海的这件事情嘛。那 Rubio 这一次跟王毅见完面之后，你看双方的分歧其实是很大的。然后你再回来看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波音。我们从波音的订单里面，他开始讲说，零件供应跟后勤你要给我保证哦。这个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也是在川普讲完介选之后。
也就是中国大陆其实也有很多的后手。你提这个东西，你要搞，我就跟你搞，对，我就跟你搞。那最后就是看，就是说双方彼此之间到底互相要求有多大。那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川普的谈判跟川普的人格特质是非常非常不稳定，很难让大家获得信任的。那当然，习也想去美国，川也想要习去美国，但只是这中间的一些战略的 buffer， 在这个阶段，在见面之前，都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这个状态。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很简单，双方的互信基础不够，然后川普又想要在这里面趁机多要一些，那会造成这个筹码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其实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难怪中东谈不成，其实是一样的。对，中东谈不成，俄乌谈不成，跟这里会有状况，都是因为一样的逻辑，就是完全的不稳定跟互信基础不够。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川普的信任度现在都是极低，所以才会演变成这样，所以整个全球才会这么的凌乱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台目光聚焦凯道。人潮汇聚，声音涌现。TVBS 新闻就在现场，及时掌握现场动态。1400新闻大白话，1900 TVBS 战情室。7月25日，反独台上凯道特别报道，锁定 TVBS 56频道。好，刚刚上一节洪庭议员就讲到，现在每个国家对于川普的信任度都极低哦。那当然，现在很多的东西就谈不成了，包含跟伊朗之间哦。现在美国又连续的轰炸伊朗，川普就话瞎说啊，从今以后，任何伊朗对赫姆兹海峡上的船只做出攻击，无论是飞弹、火箭、无人机或是其他的武器，美国都轰炸会摧毁伊朗的桥梁或是发电厂，来还以颜色。好，每次讲话都讲很大声哦，但是伊隆姆嘎走了哈。那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就说，我们的防御准则明确，就是以眼还眼，任何对伊朗的侵袭，包含攻击我国的基础设施，都将迫使我们做出强力且果断的回应。好，如果一旦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中东战事又开始打下去了。好，那胡塞武装啊，最近却也动作频频出手了。他们宣称轰了2艘沙烏地的油轮。好，我们看到就是23号宣称对2艘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轮发动攻击，然后他们也释出了影片。好，沙烏地阿拉伯方面证实说，有一艘的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之后起火，哇，这火也真的烧得蛮大的哦。好，那记者也追问了美伊战事哦，但是川普对记者生气啦。好，我们来听听他讲什么。Mr. President, there are no signs that Iran is ready to stop fighting. So what is the plan? Is the plan to just keep bombing until they give up? There are no signs. What, do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I don't know? Well, they continue to attack our allies and You kill don't know Americans.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You don't get that when you listen to your fake station, but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anything. So talks are you know still something possible, that I don't likely? know? Do you know something I don't know? 好，你知道我什么不知道的事吗？好，你知道的事情我们也很多不知道。好，反正呢，川普现在对于记者追问这件事情哦，他是对记者生气啦哦。好，那川普的核议题也被认为双标，为什么？因为最新哦，川普有批准跟沙烏地阿拉伯的核子合作计划是123协议，要协助沙国发展民用的核能，必要时可能在当地新建浓缩铀的设施。好，这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大利益，但是未采纳核不扩散的黄金标准，好，就会限制哦国际原子能总署查核可疑核活动。然后就会留下一些沙国未来浓缩铀的空间，所以引发了核扩散的疑虑。好，那这件事情哦，其实也让伊朗跟以色列相当的触动，因为呢会认为加剧了区域权力的失衡。那川普到底用意是什么呢？他替沙烏地开了核能的大门，是不是有要爆发一个新的核武竞赛呢？好，因为核计划相关谈判延宕多年哦，美国的官员跟专家都不断提出质疑，担心沙烏地可能会利用这项技术来研发核武，那触发中东地区掀起的新的军备竞赛。好，我自己认为他可能是认为以色列可能不好讲话，因为他有时候听不懂。好，那现在中东伊朗是不是又要崛起了？
有没有可能让沙烏地成为美国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势力的崛起？好，我们等一下也请专家帮我们预测一下。好，那这个川普预测美国的政府9月恐怕停摆他说由于共和跟民主两党的政府对于支出优先顺序有分歧，所以可能在9月陷入停摆。好，那路透也说其实现在有懂美国的消息情报人士透露，俄罗斯是否提供目标定位资讯或者是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来协助伊朗攻击位于海湾国家的美国 CIA 设施，成为了美国情报界的调查重点。好，那目前华盛顿又最新披露说川普好像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展开军事行动。好，那打击境内的一些附随团体。好，如果行动获准，马利就会成为川普第2任以来攻击的第8个国家。有看到吗？川普还想再攻击其他国家，他自己内部都搞不定了。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美伊部分，我们先请教将军怎么看？美伊战争的话，最重要，那个美国是要打的是一个保守的战争，他并没有放开的打，所以对伊朗有没有进行地毯式轰炸？没有。有没有对伊朗进行纵深轰炸？也没有。所以整个以东，注意看伊朗的东部地，因为伊朗很大，164万平方公里，整个伊朗的东部，它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还有后勤设备完好如初，因为你没有进行纵深攻击。那它可以前线沿这个波斯湾沿岸的，只要是被美军攻击的，它往前面推进，弥补就可以了。所以伊朗的这个战力的恢复，它可以一直持续的进行，因为美国并没有对它进行大规模的破坏。那美国这一场保守的战争来看呢，等于自缚手脚。你在缚手缚脚的状况之下，怎么样去伸展，怎么样去战略展开，没有办法。那所以美国能够让伊朗的这个作战意志屈服吗？没有，反而3个状况。第一个，美国低估了伊朗的作战意志跟作战能力，这是美国犯了非常重大的战略错误。他认为伊朗没有战力了，伊朗没有海军了，伊朗没有空军了，结果他颇自攻击、颇自反击，把这个美国住在中东地区的卡达、科威特、阿联酋，还有包括约旦地区的，通通进行反击啊！怎么会没有反击的力量？美国低估了伊朗的报复能力，这是他犯了重大战略错误。第二个，美国过度保守，他怕牺牲，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缺点。他到现在为止没有派任何一艘军舰进入波斯湾，进入荷姆斯海峡，因为万一飞弹巡洋舰被伊朗击沉了，因为都有地对舰飞弹了，一击沉了没面子。是飞弹驱逐舰神盾级的被伊朗击沉了，没面子。那你这样子自缚手脚，没面子。打仗不要怕牺牲，一不做二不休，要打都打个痛快，都打。这个也不能打，那个也不能进去。那美国想要得到战略成果，所以刚开始就不该打，没有办法，他要打就大家玩，一不做二不休，你就不要做就是了。你要做，好好打一顿，结果没有。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地面战？他以前的什么第31远征军也过来了，还有这空降师，通通回去，通通归建，哇，那你不打地面战啊，就不打地面战，要说要打这个夺岛战，对波斯湾北边的哈克岛要进行攻击，后来也没了。那这样的话，你换掉这种缚手缚脚的战略，怎么样能够展现美军的强大？那是不成比例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我认为还有的耗下去，因为越耗反而会让伊朗更有底气，反而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军的信心就会逐向递减。对，所以一轮刚才才讲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伊朗会不会接下来会成为中东崛起的那个国家？那这对美国来说它的地位就会被动摇嘛？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介大使怎么看？对，这个美国跟沙特签的这个所谓这个发展核能的这个条约123协议，对，这个实在太讽刺了。你才打伊朗，说起来就是因为伊朗拥有浓缩铀嘛。结果你现在跟沙特签，你说它可以用浓缩铀，你美国标准在哪里？你是反核还是反伊，还是反谁？对，那不能从你美国一个国家的角度判断谁可以拥有核武，谁不能拥有浓缩铀嘛？这个是国际法的规定。因为核武反扩散条约这些国家都有签，对，所以反伊朗拥有核武是全世界各国共同的一致的立场。对。那可是问题，所以当时才签了这个伊核协议
那时候有6个国家，中国大陆、俄罗斯、东欧盟这些都加入了，填了6方谈了一个协议。结果你美国退出，川普一进去就退出，那造成了今天这种争执。可是你现在打伊朗的，你的所谓的合法性在哪里？对，你要去说人家的政权你看不顺眼，要把它做政权转换，那不构成你打人家的理由。你唯一看起来有一点点道理，就是说你是让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对，伊朗说我没有核武，我只有浓缩铀。那你说你不能有浓缩铀？你要浓缩铀交出来，那你现在怎么突然说沙特可以拥有浓缩铀？而且它这个中间外界也质疑说，这个你们私相授受的这个伊朗沙特未来发展民用的核设施的能力，那它必须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这个监管。那这个部分有瑕疵啊，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说话？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你真的是出尔反尔，做的事情都在打字，左手打自己啊，左手在摸别人，右手就往自己脸上打一个耳光。这种情况，你有时候就会怀疑说，这个世界这么乱，到底谁把它搞这么乱的？对，可以不用战争解决的问题，你一定要把战争弄过去。现在中东陷入一片火海，然后呢？本来沙特没有要发展核武的，大家也不会同意发展。你今天美国去跟他说，你可以拥有浓缩铀，可是伊朗不能有浓缩铀，你这不是，你这个到底你的标准在哪里？而且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以色列也会受到影响，是因为以色列它要作为区域中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那你把沙特也弄出来，那你是不是让以色列将来也就会有攻击沙特的这个理由吗？所以川普真的是把这个世界搞得太乱了。对，而且中东局势接下来势必会越来越纷扰。对，好，因为浓缩铀、核武的问题，制造纠纷啊。是，好，洪庭议员怎么看？我觉得就如同介大使所提到的，也就是说，川普到底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就是这是他一个极大的战略误判，因为他想要复制过去委内瑞拉马杜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成功，那导弹打下去了，斩首斩下去了，可是政权没有更迭，哇，怎么办？那现在更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原本川普跟 Vance 是想要期待伊朗里面的一些比较务实派的人，就是说能不能够谈出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让双方都能够 soft landing。那这个部分其实最需要这样子 soft landing 的国家非常多，不管是中东的国家也好。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甚至我们，大家都希望，因为整个荷姆斯海峡如果一旦没有办法通过，大家的能源都遇到问题。其实包括日币的贬值，都跟核能都有关。那印度自己的光是黄金的这个储备储量，也都受这个很大的影响。可是为什么最后谈不成？因为大家对川普不信任。那伊朗的整个的鹰派就直接讲一句话，就说。那如果协议谈成了，你能保证川普未来不斩首我们吗？那光这句话下去以后，整个鹰派的声音就完全压不住啦。那大家也知道，你从川普对待其他国家的看法，你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他尊重普丁，他尊重习近平，他尊重金正恩，所以拥有核能力就能够获得跟川普谈判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保证的筹码。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伊朗的鹰派一定希望什么？一定就是我们赶快拥有核能力，我们就没事了。那对于川普来讲，川普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看他做了比较多很复杂的这个操作，其实有的让很多人看不懂。比如说，川普这一次在沙烏地做，我能够允许他有浓缩铀型的民用核能协议。这不是川普第一次签这个部分，他其实上礼拜跟日韩都签了，可是他跟日韩签的是 SMR， 是小型的，不涉及浓缩铀的，所以全世界就哗然就说奇怪了，日本跟韩国你允许他用民用核协议，你给他 SMR， 但那没有到浓缩铀的这个部分，然后结果到了沙烏地阿拉伯。你让他拥有，当然日本跟韩国某种程度，他相对已经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他现在只是希望他能够，在更有小型的部分去扶植他的工业。
但这样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议论好，大家好。好，稍后还有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会加入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大家来看到啊，就是目前台湾有一个旅行团20号在贝加尔湖车祸轻伤，那司机疑似是死亡了。好，不过因为距离太远是改求助中国大陆的使馆。好，那我们看到因为距离大概5201公里车程大约是65个小时。那如果搭乘火车最快恐怕也要约3天的时间，所以他是没有来求助我们的使馆，而是跟中国大陆的使馆来进行求助。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的官方没有消息。好，那反倒是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在22号记者会上面主动发布此事。好，那受访人士说纯粹是境外紧急救援，谁进谁先救。那因为我驻莫斯科代表的住处对不起，是代表处，距离事发点有4000多公里，所以向比较近的中国大陆驻伊尔库茨克的总领事馆来进行求助。好，那这件事情我们也问到了外交部，外交部怎么说呢？他说没有接获到本案国人的求助讯息。那大家就说了，是不是就是每次民进党最爱说的在地协力者呢？跟中国大陆一起合作来进行认知作战吗？好，那当然网络上也有发酵说青鸟表示，我有逼你们去俄罗斯吗？还有人说民进党会说这是统战的一环，都是阿共的阴谋啦。好啦，玩家都知道国外出事要找谁帮忙，现在陆委会是不是又要生气了？但是陆委会除了会生气，什么都不会。好，那陆驻俄外馆来帮助台人车祸送医现在陆委会讲话了他讲什么呢？还要国台办不要统战化的操作。好，他都没有提到陆方是否有协助，但也没有否认。好，陆委会只有强调观光署本来就因本案来进行掌握协助，那也请国台办不要将此事统战化来进行操作。好，所以你看到在俄罗斯台湾人到这边旅游发生事故之后，我们的本国的住处没有办法帮忙我们是找了中国大陆这边但是又被陆委会酸。好，那现在看到南海议题这个讨论度也很高最近也有一些摩擦。不过我们看到南海仲裁一直说太平岛是礁。好，这件事情我们当然是加以严正的驳斥2016年蔡政府当时就有做过强烈的抗议。好，但是现在南海仲裁10年过去之后，大家又被挑起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看到赖政府的表态。到昨天外交部长林佳龙才说太平岛当然是岛。好，终于等到他讲这句话了，说该岛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土，而且重申中华民国在太平岛拥有主权，我国主权立场清楚坚定，而且以中英文在外交部的官网有做公开。好，那国民党的立委杨琼英就接下去问啦，他说那有没有建议赖总统要登岛来宣示主权？好，林佳龙说应元首登岛本来就是权利，但不是说 yes or no 的问题，他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建议。好，但过去你可以看到马英九在2016年1月28号的时候，他就登上了太平岛来宣示我们的主权。2008年2月号的时候，时任总统陈水扁阿扁也登上太平岛。好，那现在赖总统不登岛吗？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林佳龙终于在好几天之后终于讲太平岛是岛了好，那军备也成问题，目前看到了 Rubio 好到了菲律宾，他也特别讲到了说大约140亿的美元对台军售案目前正在审查当中。他说美方必须评估自身武器的库存状况，即使已经承诺出售的项目，但也需重新检视库存跟产量，所以说正在努力重建军工产业跟生产的能力。所以 Rubio 有跟王毅来见面嘛，看起来是要促成9月的川习会，但是他又讲说对台军售审查当中，这是不是有点讯息呢？好，那川习会政治的算计，现在华尔街日报说美中双方都有盘算，就是不希望让双方的关系破裂，尤其北京正利用习近平可能在9月访美来做筹码，那施压美方持续搁置对台军售，在今年内无法推进。
那重型的鱼雷交货延宕，现在我们的潜舰恐怕会面临有舰无雷。那国防部说啊，为了因应美方的迟交延货，也避免让现役的海龙、海虎跟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所需要的鱼雷会完全没有，所以已经跟美方在洽谈替代方案。好，那我国啊，其实有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Block 17的机型。好，这件事情，好，我们原本是说啊，今年年底应该要全数完成交机，现在已经7月底了吼。好，那首架战机预定说今年9月就要交机，但是美方延宕可能会造成我方的损失，所以我们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就说啊，多次向美方抗议延宕状况，也要求向厂商来要求补偿，而且不只是现金，还包含一些技术服务跟延长的保固方面。哦，今年会不会到？我是持一个大问号啦，我觉得几率可能不大。好，可能有1架，但是要66架全部来不可能啦。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旅行团，好，20号在贝加尔湖这边车祸轻伤。结果啊，说距离太远，他们只能去求助中国大陆的驻使馆。好，我看到这讯息，网络上的讨论是什么？哦，知道出门要带什么了吗？说要带台胞证啊，有人是这样子的思考。好，介大使怎么看呢？对，因为事实上你要从这个就是说出事的这些人的这些角度来看，那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出车祸受伤，你真的是天不叫天不应叫，语言又不通，是环境又不熟，那你当然是寻求救助啦。能够救你的，你一定会第一个考虑。最近的，对不对？对，一定会考虑。那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在附近它就有总领事馆嘛。我相信中国大陆他们的这些驻外这些使领馆处啊，一定有受到他们这个中央政府的训令哈。如果有台湾同胞啊需有急难救助的请求哈，他们也是一概要加以受理啊，施以援手。那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当然他们也不会管。如果说是其他人的话，那他不会管，因为大陆，我想应该是因为驻外馆的人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他做任何事都要他首都的这种指令，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陆会去接手这个事情，一定他们的政策就这样啊。那对于我们在海外发生急难救助需求的，我们的台湾的我们这些人同胞的话，他们事实上的话。他第一个是想怎么样能够解除自己这种为难的境地，很正常，这很正常的。所以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我们要整体要整个检讨一下我们对外的关系。目前这个民进党当局的做法的话，大概我们的对外关系想要拓展是非常难的。而且前一阵子上个礼拜还讨论说，我们驻巴纽的代表处居然被巴纽给关了。你知道那个不是大使馆，那个只是一个从巴纽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民间的机构。我们这次社会机构，人家把我们民间机构都关了，可见我们的外交空间事实上不断的在缩小。那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20年代，那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好的，因为事实上。这个那时候俄罗斯改革开放，他也希望跟台湾做生意，跟台湾学到很多台湾的这种我们在这个芯片各方面的发展。那时候势头是蛮好的啊。那时候我们也一直想要在海参崴开一个这个总领事馆都在洽谈当中啊。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双边的关系就要持续慈济善意，大家都有好处就可以了。可是呢？你要知道，俄乌战争开始以后，我们的政府当时的从蔡英文开始就一边倒选边站啊，选边站。然后呢，事实上，这个蔡英文在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吴钊燮他是外交部长，他几次把俄罗斯的驻台代表叫到外交部去加以这个加以小以大义啊。那你跟莫斯科的关系就不会好，所以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很平衡的，什么样对你有利，而不是对别人有利。你对你有利的话，你的外交关系就越来越扩展。那我们能够如果我们现在在海参崴，我们有一个办事处的话，那这个我们就会 cover 很多事情了。你这一些政府除了照顾台湾老百姓、台湾的福祉的话，你的驻外机构要照顾在海外的台湾老百姓的福祉啊。
那你现在这些关系都没有弄好，你怎么去设点去照顾我们在台湾海外的福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就是说现在这些就林佳龙他们这个领导的这个从蔡英文开始，我们的整个对外关系就非常的狭隘，没有一个全局观，然后没有自己的利益为主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推行的对外政策，就会造成今天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是，其实之前美伊战争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困在中东，不也是类似的状况吗？撤侨啊，对啊，没办法，他不包机嘛。对，所以呢，后来有些人是跟着中国到上海，然后再转回台湾，对，对不对？他们当时也说，怎么只有中国大陆这边帮忙嘛？会有民众很多的质疑啦。洪庭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倒挺意外的，因为俄罗斯其实在台北，在我们这里有办事处，就叫莫斯科驻台北经济协调事务委员会，而且还在我的选区。其实相关的人我之前也碰过，所以其实沟通管道是有的。我只是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好奇怪了，在国人第一时间寻求我们自己帮助的时候，那我们的外交部第一，他有接到讯息吗？第二，他有接到讯息。如果有接到的话，他有直接处理吗？还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外交状况，然后没办法处理？如果没办法处理，坦白讲，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对我们的部分，在我们的国人在那里发生情况，他没有办法做相对应的处理，那俄罗斯在我们这边的代表处，我们也应该要适度的去做一个对等的回应。我想大使这一块他很清楚嘛，就是外交就是互相尊重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今天如果是完全有求助，但是都没有相关的这个状况，那我觉得该谴责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谴责，否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外交部没有办法帮忙，然后呢，让人家被迫去寻求中国大陆这方面的这个协助。那其实就像我们过去在中东的这个状况，在甚至日本台风的时候，也一度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都不是太好。所以既然有外交上的沟通管道，我们就寻求既有的管道去做沟通、去做协调、去做联系。如果这个管道有问题，那我们也大大方方就承认，我们现在跟对方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在我自己看来，我会觉得说，我还蛮讶异的，因为不是出于人道，这不是一个困难的事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联系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联系没有，或者是对方有没有求助了？今天如果我们的国民没有求助，那我觉得外交部这边我都不会苛责他们。但如果有求助，但是没有办法处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大。这表示我们在外界的这个情况跟国人能够受到的帮助毕竟是少了。特别是现在民进党政府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对岸正在跟我们打法律战，正在跟我们打叙事战，正在跟我们做所谓的长臂管辖，正在跟我们吵这些部分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证明我们在国外，我们是有能力救助我们自己的同仁的。对，如果没有，那你不是间接在承认就是管辖权在对方身上吗？那这个在外交上跟你的叙事上，跟你的政治处理上，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既然有这些管道，那该做就该做。所以一样的问题，我觉得几个在外交上的事件，该凸显就凸显。比如说，我很希望我们的总统大大方方出来讲，就是说太平岛就是岛。它绝对不是礁。我们针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严重的这样的抗议，包括南海这一次其他国家正在主张的这些权利，这些过去它是排除中华民国的存在的。那你们既然排除了，然后呢，我们还不主张抗议。如果他们排除我们不主张抗议，那不是什么？那叫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我默认了。对，默认了，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政府，你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抗议或者为了凸显自己被欺负，那很多东西都选择不讲，讨好我们的朋友，我们自认为是朋友的朋友，那这样子反而间接的让我们自己的主权沦丧，这样值得吗？该表达的、该主张的、该伸索的、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啊！所以有看到两位来宾吗？他们其实都有共同一个点，就是很常我们都是为别人而想，没有先以自家的利益为考量。好，那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应该自己政府要想一想，要怎么样来增加他的协调能力、处理能力，因为不是距离的问题，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这个贝加尔湖距离我们是5200公里，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距离欧洲8000公里，我们都有办法，一个电话嘛，就那么简单嘛，请当地的人、当地的他们自己的人脉帮个忙，这个都有嘛。地方的官员帮个忙，结果没有，我们就是参手一摊。没有处理能力，没有协调能力，协调能力还包括纵向能力，还包括横向能力啊。
这都协调的。然后只要是中共大陆出国帮忙啊，统战，那我们要想想看呢，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说你为什么请日本帮个忙嘛？他们不是跟日本时候关系很好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台湾有事的，这我们的台湾同胞在这个贝加尔湖出事情了嘛，帮个忙吧，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台湾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撇开，就不是这个样子嘛。那我所有人认为政府这个样子，他们只好求助于中国大陆，然后就统战。在钓鱼台问题哦，我们那个渔民去钓鱼台水域去抓，结果被日本抓去了。我们政府马上有两手一摊，没有办法。那中国大陆一出手，日本就放船。你看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钓鱼台水域有时候那个我们的渔民，尤其是苏澳跟基隆渔民，经常到钓鱼台水域去。那个日本的就海上保安厅就跑来把他抓起来了。我们又没办法了，又要靠中国大陆。然后又没有办法，然后中国大陆帮忙，统战，好像拿统战来当挡箭牌，没有能力踢皮球、打太极拳，你这样的话，这不是办法。一定要想办法自己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人脉，这方面的协调能力、处理能力，要这个样子。扩展我们的外交对，要这个样子嘛，不是说踢皮球啊，统战，那你自己为什么没办法解决？一定要求助于中国大陆呢？上一次我们知道在特拉维夫，我们的这个台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嘛，那都要避难什么，还有都要请中国大陆帮忙了。那我们的外交部在做什么？中东地区我们都没办法，我们不是跟以色列，我们有住在那边的办事处吗？在约旦也有啊，沙烏地阿拉伯也有，利雅得啊都有啊，为什么又要求助中国大陆？难道我们的这些驻外的，我们的这些国安高层？这些外交人员，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吗？又要靠中国大陆，然后中国大陆出手又说是统战，我认为这个不是办法，这是骗老百姓，骗3岁小孩，现在没办法骗。大家都知道，这个民进党要有真正的来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只是拿那种意识形态来糊弄、来骗人民、骗老百姓。我认为这个非常不好。将军，你觉得太平岛这件事呢？对，太平岛也是。今天太平岛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他到最后我们才讲，太平岛不是个礁，是个岛，早点说嘛。2件事情早点说，就跟对菲律宾抗议，凭什么你的南海仲裁案说我们太平岛是礁呢？是岛，岛就划200海里经济海域，马上就出来。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那么的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总统也不上太平岛，马英九就上去啊，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国土。我们连一个国土的伸张，我们都不敢讲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连讲话都不敢，你还会有其他作为吗？那不是痴人说梦，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认为民进党要好好的检讨，然后具体的伸张，又有力的来说服这东南亚过去还的周边的国家，还有主权争端的这些国家，包含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汶莱。好，对，但是我们看到，包含日本跟菲律宾在我们东部海域画 EEZ， 我们也都没有讲话了哈，所以这就让大家最气愤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台目光聚焦凯道，人潮汇聚，声音涌现。TVBS 新闻就在现场，及时掌握现场动态。1400新闻大白话，1900 TVBS 战情室。7月25日反独台上凯道特别报道，锁定 TVBS 56频道。